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这个奥运的最新消息哦，中国大陆又再创了一个新的历史了。事隔了41年呢，中国的水上芭蕾诞生了第一面奥运的金牌哦。那昨天连这个央视在解说的时候都哽咽说啊，他们终于成为了冠军哦。因为呢，这昨天在场上的表现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因为他们把很多的文化元素都融合在其中，所以呢，这次他们拿下了水上芭蕾的第一面金牌。当然，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哦，也登上了百度热榜啊，还有微博啊、今日头条啊，全部通通都开始在讨论这个中国大陆的水上芭蕾拿下第一金有多么的不容易啊。那还有我们看看这一次他们也把这些中国文化，比方说甲骨文的元素融合在其中了。那他们自己编了这一套的这样的甲骨文，就是说要展示中国文化，让全世界来看哦。他们说女孩子的腿摆出了山字形，有这个山峦叠起的感觉哦，体现的是跨越艰难险阻，跨越山河啊。那这样子很中国风，还有包含他们的妆造啊，他们的化妆也都带着一个中国风哦，所以他们就说啊，真的是让中国人在这样子芭蕾水上芭蕾上面，也让大家看到要美的事情，中国人也是可以展现得出来啊！不是人家讲说啊，你们就只能用蛮力，不是的，中国人也可以展现出来这个水上芭蕾之美哦。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其实在这一次巴黎奥运的水上芭蕾的项目啊，他们讲说其实也有包含跳水队，也给予他们非常多的技术指导啊，等于像是这个兄弟队伍，让他们有这个自选项目里面呢，有技术自选、自由自选跟技巧自选3个部分。那他们总教练就讲说，集体技巧自选是他们的弱项，但是跳水队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跳水才拿下这样金银全包的这个全红婵女子跳水这个1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嘛，所以本身中国大陆的跳水队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是有一个断崖式的这样的实力差距哦，所以给予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技术支援，也让这个中国的水上芭蕾首次夺下了金牌。那再来，现在奥运当中的中美禁药事件也不断在角力哦。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他们就说现在应该要加大对于美国田径选手的一些兴奋剂的检查频率。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检查中国大陆的游泳选手，为什么对于美国的这些田径选手却是另一种标准呢？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发生了数以百计的这样的禁药阳性事件呢？那只有极少数的美国运动员呢，基于这个 USADA 的调查结果和肉品的污染主张，逃脱了禁赛处罚呢？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哦。那其实世界反禁药、反这个兴奋剂机构，就是 WADA 呢，他们也讲，其实有90%的美国选手是没有遵循这个反兴奋剂的条例哦。那他们讲说 WADA 呢，其实一直感觉到这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就是 USADA 呢，一直在试图破坏WADA 的努力哦，他甚至骂这个 USADA 跟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根本就是伪君子哦。那 WADA 的现任主席他们提到了，他说 USADA 曾经使用阳性检测，结果呢源自污染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哦。那有90%美国的运动员，其实包含了像是职业的或是大学的运动员都没有遵守 WADA 的相关条例，所以现在 WADA 是直接跟 USADA 杠上了，就是说，你们好像一直把我们当空气哦，就是我们的一些规定，我们这是来自一个全球性国际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兴奋剂的相关的检测，怎么你美国好像永远都不遵守这些规定，而且你还要一直长臂管辖，要去干涉说其他国家，所以让 WADA 真的是受不了它哦。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 CGTN 做了一个调查，这个他们讲说呢，面向全世界来做一个网络的调查，民调显示哦，有95%的受访者是强烈谴责美国借由体育之名来打压对手这样的一个卑劣伎俩，痛批说这根本就是美式霸权对于这个奥运的一个践踏哦，值得高度的警惕。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潘展乐也提到了，他说其实呢，现在面对到这么多的兴奋剂检测，我们要做的就是证明我们更厉害。我们来听一下。你怎么看外媒对你的这种质疑？
我不看他们对我的质疑啊，他们达不到是他们的事儿，我们能达到就证明我们厉害。针对我们的兴奋剂检测那么多次，确实影响到我们了，但是我们是最干净的，是最清白，所以我们才能拿冠军。好，我们马上回来看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英国的蛙王被人家讲说破防了，因为他不是在骂这个一直在嘲讽这个大陆的游泳队嘛，那结果他现在被人家发现到说他的这个社群平台取关了所有的大陆的选手，然后人家看说你真的是很没有这个运动家精神你不但是输不起，而且还要用这样的方式说我就不跟你们好了，我就不跟你们做朋友了这样的方式那后来秦海洋也回击了，就直接也取关了这个英国的蛙王皮蒂那所以现在只剩下潘展乐还在关注他，那是不是你这个心态有一点失衡，所以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再来呢，他还甚至讽刺说赢了也没意义啊，如果不公平的话赢了也没有用啊，疑似是在暗讽中国大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查莫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潘展乐讲说跟他打招呼他都没有理吗？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就有后续的效应，因为很多人就去问说这个查莫斯就去他的社群平台问说你怎么不跟人家打招呼呢？后来查莫斯还特别跟这个潘展乐解释就说他那天真的是没有听到就是这个潘展乐跟他打招呼然后他说他在社群平台上面被人家骂了一顿，被网暴啦，然后后来现在两人呢现在误会解除了，甚至查莫斯也跟他变朋友见到都会打招呼，两个人在最后一天还互换了泳帽，所以他也替这个查莫斯澄清查莫斯也很感谢说这个现在把这个真相说明清楚所以有的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不跟你做朋友把你取关，那有的人呢是这样主动说明清楚误会，甚至还这样子不打不相识，化敌为友，所以也见识到这不同的运动家精神那再来这个现在德国媒体好像真的是输不起现在开始在那边这个冷评全红婵那他说呢这种冠军我们宁可不要，他讲说因为你全红婵的这样子的方式训练的方式看起来好像运动员一天12个小时除了跳水都没有做其他事情我们德国的运动员可是享有更高度的自由，那甚至还讲说这个奥运其实你们得到这样的成绩，其实让大家背后其实有很巨大的问号，有德国之音这样子在说啦。那除了德国之音之外，还有这个法兰克福汇报讲说这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奥会跟政界过从甚密，甚至世界报也讲说有一些德国的议员讲现在呼吁欧盟要严正看待来看管 TikTok， 否则后患无穷TikTok 会这样子替中国大陆带风向是不是输不起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模样呢？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看？到目前为止，美国跟中国的金牌数只差2枚吧。当然，美国在银牌、铜牌上面是这个因为人数的关系，其实是领先很多。可是还有几天重要的这个项目都在后面，尤其是中国大陆这一次提出来，在3月26号，美国的短跑健将叫做艾里扬·奈顿。他在美国就被检验出使用所谓的这个禁药，对那是一种这个类固醇，而且那种类固醇呢，过去是蛮强的一种，过去一旦被发现了，大概的案例都是被禁赛4年。对，结果这是在奥运举办之前，美国自己的反禁药组织叫 USADA，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几个 ADA，China 叫做CHINADA， 国际性的呢，所以就是 World ADA， 我们叫 WADA。美国的这个反禁药组织，针对3月26号这个奈顿被检测出来，那不得了因为奈顿是这个大明星对，他是会得金牌的，过去也得过100公尺、200公尺，那200公尺要举办就在明天，那他马上就自己没有经过送到 WADA 世界反禁药组织，他自己说受食物污染，吃了一个汉堡，受食物污染，受食物污染，你要看是哪一种禁药，这种类固醇受食物污染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过去一旦查到这种类固醇，它叫博龙什么之类的，那大概都是被
都是被就是说禁赛4年，这是最严重的处罚，最严重的处罚。结果美国可以自己就把它 waive 掉，没有问题，它是食物污染，它也不报国际。那中国在2021年在举办奥运之前，23个集体在中国的这个就是场地，哪有人吃金耀辉23个人一起吃啊？因为23个人项目都不一样。结果呢，中国自己去报了之后，WADA 就整个检视。不相信 WADA 去年还找了一个越式检察官来检视，国际奥委会也检视这一段，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通通都没有提。然后他就自己常被管辖，所以他既双重标准，他又常被管辖，然后呢，他又抹黑，然后呢，输了又不服气，所以呢，真正除了很少数像是英国这个蛙王，因为他在男子混合400公尺里面他拿第4名，跟他的队友，所以他没有拿到铜牌。那而且我看他其实是要退休了，他东骂西骂。他隔一天就骂那个奥运场地那个吃的东西很烂，不过潘展乐好像也有骂，这个但真的烂，这个大家大概共同的这个观点，食物不好。那这个英国蛙王呢，我觉得他就是要博声量，所以你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通通都没有在讲细部的这个事实，所以《纽约时报》那个报道我觉得大陆要去针对他，现在要针对美国，就是针对这个 Ariane 那一顿，他就算明天得冠军，要不断的追下去。甚至他如果被证明说他是自己服禁药，而不是这个食物污染的话，这个奖牌甚至要被把它给锁回来。好，来请教苑老师。我针对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就是刚刚翟轩念到的，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嘛，我对于德国发布的消息特别敏感，甚至特别反感。法兰克福汇报里面讲的那句话里头，就是说强调中国的女跳水队。全红婵加上陈芋汐得到金牌的话呢，一天训练12小时都失去了自由。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我难过的理由是，第一，我们本来很相信德国人讲的这一套，现在我发觉他根本都是鬼话。说句良心话，讲了一大堆这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讲起来的话都是不明不白的。那你本身的话呢，想要得金牌的话呢，那你就要训练呢。你要训练的话，你训练不如人，你现在讲说你比较自由，比较自由当然好啊，没有金牌嘛，这个很简单。第二件事情，这个整个奥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你们这一群白人设计出来的运动游戏，我们在陪你玩呢。我们自己原来的话也有我们的运动了，有我们各式各样的上山打柴，你们行吗？对不对人家这个非洲人追狮子那一套，对不对？那你基本上的话，我们在陪着你玩。你现在强调说你们太认真了，你们自己定下来的金牌、银牌、铜牌，讲到你们奥林匹克的传统，奥林匹克跟我们什么关系啊？那是古希腊哲学里面，就古希腊城邦时代的一个和平的展示方式。那基本上原来的话呢，你现在要强调这种事情，要强调和平，你讲给谁听的？对不对？现在大家你平常的话呢，没有别的事情，而且奥运会本身你这次染上这么多的政治气氛不让俄罗斯参加什么的。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你德国自己也不好意思检讨一下，1936年希特勒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那多么种族歧视啊！这根本就是明摆的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呢，美国派出来的黑人队那个100公尺短跑的话得了金牌以后，希特勒生气就拒绝颁奖了。这些都已经说明了，你这种基本上都是伪君子的一个做法。坦白讲这个大陆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我自己个人看到的，我特别喜欢这个说话当然了，我先强调一下这个花式跳水这个美女如云美腿如林这个不用多讲了大家应该多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说是那个全红婵也好，潘展乐也好，他们基本上这个讲话，尤其是潘展乐针对于这个检验的结果所讲的一句话，这是非常大气。我觉得是雍容大气。虽然是小孩子原来20岁不到，现在才就是在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天刚好过了20岁生日，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雍容大气。他讲说这没有什么，只要你在规定内，在规则内，他没有想到这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那这一切的发展的话呢，是慢慢逐渐发生的。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好像中国的游泳队员就应该接受比较多次的检验实际上的结果的话呢，现在因为太不清楚了，所以我讲说WADA面对乌斯达所产生的一种争执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好，来请教将军。这次花式游泳队可以拿到金牌，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那我相信中国大陆
其实也期盼了很久这面金牌。因为大概从2017年他们曾经在世界锦标赛中拿过金牌以后，可是在奥运的比赛从来没有拿过。从2008年开始，大概都只有拿到银牌跟铜牌，从来没有拿过金牌。那为什么那么不容易拿到金牌呢？你要知道，花式游泳比赛的话，它评分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难度，对不对？你自己要报你的难度是有多难。那第二个你的这种质量，第三个最重要是艺术，对不对？那艺术这个我们讲起来的话，就比较这个就是东西方的，尤其是东西方来讲，艺术的观感又不太一样。所以这次我这个花式游泳队可以拿到金牌哈。他除了在难度上面获得认可之外，我觉得在艺术上面给人家表现的也非常好。第一个，它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呈现出中国艺术文化里面的甲骨文这个山，用人把它排出来这个山。第二个，它还排出什么呢？它排出巴黎的这种埃菲尔铁塔的这种模型，它也排出来。第三个，它还表现出中国武术咏春拳的艺术，它还表现在里面。所以它等于是东西方的文化艺术都呈现在这上面。当然，它包括了技巧，还有技术，还有它的这种自选的自由。所以在这种种方面来讲，这是能够这个第一次在奥运场上面拿到金牌，确实是很不容易，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奥运的精神是什么？第一个是卓越嘛。什么叫做卓越？就是说，我跟这个苑老师两个我们比赛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公平的竞争，对不对？你要赢我，我也要赢你。那我们追求人类体能上面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表现程度，这是追求卓越。那再来什么是和平跟友谊嘛？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尊重，就是你得了冠军，我得了亚军，我一样尊重你，对不对？好，你得了亚军，我得了冠军，我还是对你表现出礼貌。我觉得奥运精神表现是这个，但是你看美国现在来讲，跟欧美这些国家就是输不起，你知道？这个老是在那边什么这个兴奋剂里面，自己不去检验自己，然后这个中国队来讲，游泳队一天被检验到11次。这真的是离谱到家了，一天检，那美国平均一天只有几次，一次只有0.8。你要知道，一天被敲门检验到那么多次来讲的话，其实对选手他们心里头的影响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些食物，我吃的食物哪一天不小心就有了兴奋剂掺杂在里面，那就会影响我比赛的可不可以参与这个比赛，所以对选手压力是很大。那这次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各个选手来讲不然各界的选手都能够承受这种压力，然后获得这些这个荣誉的一个奖牌。我觉得最重要是要表现出就是一种雍容大度，一种尊重对方的一种大国的这种气度，才可以表现出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东的战火升级哦，现在以色列头号的目标就是辛瓦。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现在哈马斯选择他们更强硬的这个强硬派辛瓦来继任领袖，那以色列就讲说他必死无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7月31号的时候，当时因为哈尼亚就前任的哈马斯领袖被暗杀之后呢，现在哈马斯就派了更加强硬的这个更鹰派的辛瓦来接任哦。那哈马斯的高官甚至还告诉法新社说，选择辛瓦作为哈马斯领导人，其实就要传递出强烈的讯息，就是哈马斯会继续抵抗，不会跟你这个以色列投降的。我们看到这个辛瓦的这个样子模样，看起来也是这个好像就是雷厉风行啊，就是更加的鹰派。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的10月7号的时候，当时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这个辛瓦呢，好像就是一个主要出这个点子的人哦。那这一场攻击之后呢，以色列军方讲说辛瓦必死无疑啊。那此后辛瓦就音讯全无，但是呢，现在竟然发现突然接任了新任的领袖哦，所以以色列更气了，就扬言要迅速消灭掉辛瓦。那哈马斯的发言人讲说呢，其实这一项的任命呢，就代表着哈马斯在战术和政治两方面呢，会继续保持坚定的立场，不会因为你这些日子以来这个以色列毁灭性的轰炸跟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对平民下手，然后来遏止住哈马斯接下来的一些抵抗动作。那分析人士认为，就停火谈判而言呢，
这个讯号呢由辛瓦来接任，就传递出来是加萨说了算。那以色列的外长也回呛啦，要迅速消灭辛瓦，因为他就是以色列列为头号通缉的对象。所以会不会是这个以色列？我们刚刚讲到，他们原本觉得说辛瓦应该是必死无疑了嘛，结果这一次这个暗杀了哈尼亚的事件之后呢？反倒是辛瓦站了出来，难道以色列是想要引蛇出洞吗？有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好像有不一样的意见，因为呢，现在布林肯他们的感觉是说，辛瓦其实可以跟他谈的，这个加萨停火协议应该是可以找辛瓦来谈，他是有权来做出决定的。那跟这个以色列的定调认为说，如果是辛瓦的话，恐怕就没什么好谈的，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同。也就是说，美国好像不太理纳坦雅胡的一些看法吗？的确，现在反映出来，就是在美国跟纳坦雅胡之间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点哦。我们看一下哈马斯现在目前这个哈尼亚被刺身亡之后呢，由辛瓦来接任新任的领袖。华盛顿邮报他就报道啦，他就说像华府其实呢，应该不是华盛顿他现在正在忙着擦屁股，避免现在以色列跟伊朗进行全面的战争。但私底下他们是对于纳坦雅胡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说，怎么纳坦雅胡像是失控一般不知道在干什么。那华邮甚至呢，他们知情人士还透露，哈尼亚遭到暗杀之后，以色列立刻向美国通报，对这件事情负责。多位的美国高级官员私下表示说，这个加萨战争一路走来，他们越看越清楚，原来失控的不是哈马斯而是以色列已经越来越疯狂了，不是伊朗的问题，不是哈马斯问题，而是纳坦雅胡是最疯狂的变数那他还多次呢，在没有经过美国就是未先告知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就多次对像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指挥官发动袭击，所以现在导致拜登跟华府的官员都非常的愤怒那另外还有一名这个以色列的官员，他未具名向华邮证实刺杀消息出来之后呢，拜登跟纳坦雅胡进行通话，而且气氛非常的紧绷所以的确这个美国可能已经对纳坦雅胡超不爽了。那再来中东的火药库，现在目前看起来伊朗的总统呢，新任的总统接任的总统基安，他现在恳求最高的领袖哈米尼是不是不要攻击以色列，因为他担心那接下来如果双方这样子开战的话，也会对他这个后续的总统任期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个战争一旦开始，恐怕很难完结了结的那现在传出最快伊朗会在9点钟展开对于以色列的报复。从英国跟埃及他们今天凌晨来的一些警告，就说相关的航空公司要避开这个高危险的区域。那伊朗在德黑兰时间就7号的上午11点到下午的2点钟，以及8号的凌晨4点到7点半呢，将会进行一些军事演习，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很有可能掌握到的开战时间点？但是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一次呢，伊朗为什么人家说感觉上面更加危险，感觉是玩真的呢？因为他这一次讲说他们会不计后果，没有预告的来进行一些反击对比4月1号的时候，伊朗的领事馆遭到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是呢先有知会了一下美国，然后在4月13号的时候空袭以色列，那是派出了超过300架的无人机跟飞弹攻击那99%也是成功被拦截，因为有先预告嘛。但是这一次呢，美国讲说好像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这种攻击形式跟具体时间的预告，所以这一次伊朗又一直讲说会不计代价，这也是让大家最担心说是不是接下来这一场中东大战会感觉上面这个整体升级，然后更加无法预测。我们先来问一下杨老师，7月31号，当以色列决定要在德黑兰，伊朗的首都去暗杀哈马斯的领袖，他真的是哈马斯的领袖，一直都在杜拜，但他比较倾向温和派。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参与到跟以色列的谈判。这个决定以色列要暗杀他的这个决定，你知道，他其实是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力资源，然后事件之后一定会暴露许多他的情报、他的部署。果然很多人被抓，那但是也显现出摩萨德跟以色列他的这个能力，
渗透布局的这个能力，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反坦克的导弹都可以运到德黑兰，而在几百公尺之外对那个房间产生这样子刺杀的效果。但为什么这么做？这一定是个政治上的决定，这不是这个现场或者是单纯一个指挥官的决定，这一定是内塔尼亚胡他能暂时内阁，在看到这个伊朗的新总统要就职了，然后呢，哈亚南要去祝贺他了，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他原来所待的地方那因此呢，我觉得3个目的，第一个，他要这个加沙战争继续打下去，他的目的是要消灭哈马斯。第二个，他要把伊朗卷进来，因为知道从一直以来，哈马斯、胡塞、真主党叙利亚、伊拉克的民兵都是背后在伊朗的支持，其他的逊尼派都被美国压得很紧，他要伊朗卷进来。第三个，他要破坏那个北京宣言，也就是14个巴勒斯坦的派系在北京要去谈和，要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然后呢，共同去推动巴勒斯坦建国跟未来的谈判。他要破坏这个东西，他知道哈纳尼被杀了之后，接下来的人一定是强硬派，对不对？一定会跟法塔会搞不拢，因为这个战争就继续打下去。那至于说美国有没有事先了解，其实我抱持个问号，符合美国的利益啊。破坏北京宣言，坏的真的是只有内塔尼亚胡吗？他坏是没有错，他真的很坏，都为个人的想法。可是各位，这一次在加沙战争，从10月7号到现在，以色列死了1100多人，加沙战争到昨天为止，已经死了40263人。1000人，你杀我1000人，我杀你4万人。你非法的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你非法的屯垦，是不是？你过程当中杀了多少人？你这一次你还这种不是以牙还牙，这是一种报复，这种屠杀、种族灭绝，杀了4万人，里面有将近一半是儿童，对不对？谁疯狂啊？谁在帮助内塔尼亚胡？谁在帮助以色列？所以现在伊朗要不要回应？我觉得伊朗很两难。但因为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距离隔了这个约旦还有沙烏地阿拉伯，大概最近的直线距离是1200公里。他要用导弹去发射的话，也要10分钟以上，会被拦下来。因为美国也派了林肯罗斯福号了，所以他要再演这出戏码，4月15号那个戏码吗？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可能大概一天数波或数天，那针对军事的基地，以避免这整个区域的扩大，但是他要表现出来，那因为毕竟他的小弟们也在看伊朗怎么去动作，但他不希望这个事情扩大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场战争一定会打，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双方都有打的意愿，也有这个必要。我们看以色列来讲的话，纳坦雅胡他是刻意的刺杀这个哈尼亚然后目的就是要破坏掉加沙的一个和谈，所以他目的还是最后要消灭歼灭掉哈马斯。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纳坦雅胡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的一个前途来讲的话，他有这个打的意愿。那另外以色列来讲也有打的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中东小霸王嘛，他不管坦克、飞弹这个各方面来讲，也都有与伊朗一战的这种军事上的实力。那我们来看伊朗来讲的话，伊朗来讲有没有打的意愿？他也必然有打的意愿，因为这次来讲的话，在他的国土里面刺杀了哈马斯的一个领袖，那他这个脸绝对是挂不下去，尤其是他又是这些所谓抵抗之湖的领导国家。如果说这次来讲他不打的话，会被这些领导之湖的这些不管是哈马斯或者黎巴嫩真主党所瞧不起，他也会丧失他的领导地位。所以我觉得伊朗这时候骑虎难下，他非打不可。那伊朗有没有打的本钱？他也有打的本钱。他虽然说飞机大炮没有以色列来的多，可是他有导弹、无人机，一样可以攻击到以色列的本土。那我认为这场战争，我将它形容是什么呢？形容像在非洲草原上面，2只狮子跟着一群猎狗在一起搏杀的这种场面。猎狗虽然说是体型没有狮子大，可是他们是打群架的。那狮子来讲，虽然战力很强，但是它毕竟比较孤单。
那狮子是谁呢？狮子就是以色列跟美国。那这群猎狗就是伊朗带头的，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一些民兵武装组织、胡塞组织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那打是用什么方式来打？我觉得在战略上面，以色列来讲，一定是一种速决作战，也就是说，他会针对一个对他威胁最大的一个一线。那威胁最大，我研判现在是真主党对他威胁最大，因为真主党来讲的话，它有15000枚的导弹，而且跟它是这个就在它北方两个这种地区来讲是毗邻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对他威胁最大。但我认为他会优先去打这黎巴嫩真主党。那其他6线地区由谁来替他挡呢？由美国来替他挡。所以美国现在航空母舰林肯号这些开过来，也就是说准备替他挡掉，不管是伊朗或者是胡塞组织这些远程对他导弹的攻击。我觉得在战略上面，以色列会采取这种速战速决的方式。然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会采取什么方式？我觉得伊朗来讲，他会采取一种战略持久跟消耗战。他的本钱是什么？他的本钱就是很多的帮派兄弟，然后大家一起135你打，246我打，然后大家轮流打。那大家不要小看说是这种打法。你看看上次我们4月份来讲的话，以色列就耗了400亿的台币，这个拦截这些导弹2个钟头。那伊朗总共花了多少钱？伊朗只不过花了40亿，是它的1/10价格。所以长久下来的话，以色列自己要斟酌一下，它经得起经不起这么长久一个消耗持久战。好，来问岳老师，谁是辛瓦？辛瓦就是去年10月7号有一个阿克萨洪水计划啊，就是有这个巴勒斯坦人呢越界跑到以色列来杀掉了1400多人。整个从此这个以色列大战到现在都没结束，大家算一下啊，也在差3个月的话就已经满了1年了嘛。这个是差2个月就要满1年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那么以色列呢？这个跟哈尼亚之死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承认过。以色列有个传统啊，在海外的话呢，就摩萨德干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公开表态的。但是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以色列嘛，指向以色列呢，其实讲起来呢，就指向了美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呢，它发生事情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伊朗原来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这个进步国家里面的首都叫德黑兰，德黑兰里面最重要的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这个下榻的这个酒店，就基本上是到达了我们这个西华饭店或者福华这种等级的啊。然后呢，这个用这个反坦克的飞弹的射进来啊，这个伊朗是丢了大脸。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切的剧本呢，通通都是在意料之中。它里面呢凸显了3件事实。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以色列是真的可以管住美国的，不是美国可以管住以色列。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以色列管住美国什么呢？就叫他下来参战。因为美国本身来讲是非常非常不愿意这个打这种没有把握的。美国人很愿意打有把握的战争，但是不愿意打没把握的战争啊。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是美国不得不听命以色列。这个情况就是发展这样。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美国本身呢就是假意的要跟辛瓦谈啊，因为呢以色列知道。以色列真的想要除掉的人，因为说良心话，哈尼亚他本身来讲是住在这个多哈啊，住在这个卡达的这个地方啊，他根本就不住在这个加沙走廊。但是呢，这个如果他把他干掉以后呢，那个辛瓦就会取代他，是很自然的事情。那美国现在赶快放出风声说我们要谈这个和平，我们不放弃和平，这是这个布林肯惯有的伎俩，就是他绝对不会放弃和平啊什么的。这个就是纳坦雅胡理都不会理，听都不会听。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以色列的话呢，真的是要先做翻牌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大家可能不了解啊，因为以色列长期来讲一直宣布国内是很安全的，就是说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威胁，就是虽然他只能够打高空啊，打这个高空这个飞弹啊、无人机啊什么这个导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对以色列的国家的航空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以色列是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国家是不安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战争的话呢，会越演越烈，短期内不会结束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美选哦。现在看起来，这个贺锦丽跟华兹组合对上了这个川普跟这个范斯组合，感觉好像范斯现在这个一直在替川普扣分哦。但是这边的气氛倒是挺好的他们首次同台亮相，造势活动大会上面讲了什么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整个把这个气氛弄得好欢乐啊。我们来听一听。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everyone.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从头到尾、对，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制作单位上字幕最好上的一次，就是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哈哈哈哈哈，都是这样的，就没有说啥，但是现场气氛很嗨，他们就是觉得说，好像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气氛，不一样的氛围，有别于拜登的氛围哦。所以你看到了这个福斯体育的这个主持人哦，他们讲说这个贺锦丽的竞选活动是充满了正能量，让人感觉向上提气啊，可能是因为人们厌倦了焦虑哦，所以看到这样子哈哈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让美国快乐 again 嘛。那所以这种舒适跟安心的感觉，一个微笑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哦。那再来就是有 AI 分析说，这2个星期以来，贺锦丽的正面评论哦，爆炸式的增长。这些新闻标题，他们经过一些分析哦，就说感觉上面增长相当的显著。那就连华斯哦也来挑战范斯说，来辩论呐。可是被川普酸说，你这个平民形象根本是装的哦，你那个华斯平民形象跟你私底下对于美国农村充满鄙视哦，摄影机关掉的地方认为美国农村就是充满牛跟石头的地方哦，你是一个很假的人，虚伪的人，大概意思这个影射的意思就是如此哦。那再来，现在这个马斯克也要跳出来，要赶快帮这个川普加一点分数哦。那川普用大写的英文说谢谢，是要酸谁呢？要酸华兹。他说如果是华兹出来的话，等于是送分给共和党。但真是如此吗？现在还得要去上一下这个马斯克的专访哦，在8月12号的时候接受专访，希望是不是能够这个所有的焦点都在我身上就好了，要透明化范斯，因为范斯一直在扣分嘛。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就讲说，如果前总统川普败选了，我不太有信心，到时候是否有能力这个转移权力给贺锦丽。他意思就是说，可能川普会输不起啊，到时候输了可能会大闹啊。那所以要大家提高警觉，如果是贺锦丽赢的话，不知道川普要使出什么样的阴招呢？那可是呢，川普团队呢也是在那边攻击华兹哦。他们现在共和党就在讲说，这个贺锦丽选副手啊，根本是在豪赌吧？是觉得摇摆州一定能赢吗？因为这个共和党对于华兹成为了副手啊，他们觉得很满意啊。特别是他们其实最担心的对手是宾州的这个夏皮洛。你没有选最强的，反而是选了一个好像名气不高的华兹哦。他们认为接下来赢面就是在共和党了，这是共和党的一个看法。甚至他们还挖出了华兹29年前在31岁那个时候曾经因为酒驾被捕那这个华兹的竞选的这个团队就讲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喝醉，而是因为他服役听力受损，所以没有办法理解警方的指令，就被警方误认为说你是不是这个在沟通的时候没有听懂，是不是喝醉的那种感觉那华兹的确是有做过这方面相关恢复听力的一个手术那现在他成为了贺锦丽的党长，当然被这个放大镜般检视就有人讲说这个种族抗争的这个昔日过往，在2020年有一个非裔男子遭到警方杀害之后引发的一些抗议行动那结果你华兹的处理相当的软弱，根本是懦夫，根本是叛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指控开始指向了华兹。那再来我们看看对照一下现在的这个美选其实最大的一个影响的关键因素也在于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就是到底哪一个阵营可以处理得更好。因为现在的确在这个美国来说的话，好像一直要有一个抗中或是中国威胁论嘛。美国跟菲律宾、加拿大、澳洲4国在南海进行的演习，那菲律宾就讲说解放军的这个军舰都在尾随那他们还讲说呢，这个有3艘的解放军的军舰就
尾随这个参演的船只，但是没有侦测到有所谓的演习跟战巡哦。那根据美国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讲说，中俄现在针对着美国本土来加紧部署前所未有的综合打击能力啊。那这些日子以来，其实呢，我们看到第一次呢是这个俄罗斯的军舰抵达古巴是在6月份的时候，那这也是离美国本土非常接近哦。再来呢，就是7月24号的时候，中俄的轰炸机啊出现在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美国他们的 ADIZ 等于说领空里头哦，所以这个美加的战机就联合拦截，然后到了7月28号是第2度俄罗斯的这个海军舰艇也抵达了古巴。为什么都要逼近这个美国的家门口？为什么要逼近美国的本土哦？就从过去来看，在1941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去偷袭珍珠港，虽然是偷袭成功但是感觉上面那时候美国的舆论也是很愤怒啊，就从孤立主义转为支持参战。那后来呢，日本甚至他们还有这样子水下航母准备要轰炸美国的一个计划，是在1942年打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潜舰，然后舰上还可以搭载3架特殊的攻击机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如果呢你没有真的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美国感觉是无感的，因为他处处自己在点战火。那除非你真的是到了家门口，可能美国才会感觉到有威胁性，因为他最擅长的是一些代理人战争，什么伊拉克战争啊、南美政变啊，所以不是发生在本土，对于美国来说不痛不痒。因此这一回中俄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我逼近你家门口，让你感觉到一种威胁性呢？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看？大家觉得贺锦丽选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 华兹或者是沃尔兹，是大加分吗？还是小加分呢？还是说没有加分呢？我觉得最多也是小加分，然后它的效益会递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初奥巴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选拜登做他的搭档，那个叫加分。或者是再早一点，克林顿出来选举的时候找高尔搭档，那个叫加分，大加分。其他你都不太记得除非是有扣分的，你不太记得副手有怎么样的一个大的帮助。贺锦丽对拜登有什么样的加分呢？是不是？你还记不记得川普的第一任他的副手彭斯，有什么加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华兹他们当初就是来找来说，也许跟他个性比较接近，又有众议员、州长的经验，比较有政务的经验，又是民主党的强力支持者。那这个倒过来，就刚好被共和党的支持者所强力的厌恶跟讨厌的。所以他就现在又回到各自的基本盘。那我觉得华兹到后来贺锦丽一定要面对一个考验，8月19号为止还是会他新一波的这个就是说小高潮。我知道有很多台湾人一起希望贺锦丽当选，但我们做评论一定要很确实的讲，以现在的民调而言，整体的民调其实贺锦丽还是略输1%到2%。你不要看那些媒体或台湾媒体告诉你的民调，我们每天在看10多样民调然后呢，关键州7个关键州，贺锦丽大概只有在3个关键州在误差范围之内接近川普或领先川普，而其他的4个呢，其实跟川普的差距没有改变，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外，也就是3%以上。那现在这个华兹对他什么加分？我觉得搞不好会加强，就是说他们的自我好感。那万斯呢，反而会去分担掉大家对于川普的批评，因为当你批评万斯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批评川普了，而你最后投票给谁？你是投票给川普啊。所以我们现在等到8月19号之后，那这2队一定要进行政策的辩论跟这个说明，就是对贺锦丽最大的考验。你不能再笑了，笑娃。那2个还一起笑。来，我问一下苑老师。对，那个大家美国的选举是美国最重要的宣传了因为美国现在我们印象当中，美国只剩下这个形式上的美式民主嘛，那最高潮就是总统选举嘛，所以这是美国难得
这个宣传的机会。但是有一句话的话呢，就是讲到一出悲剧正上演呢。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喜剧，把它演成悲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极度的分裂了。那找 Watts 或者找范斯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的立场南辕北辙一个爱说，一个爱笑那一个的话呢强调自己什么都懂，另外一个强调自己的话呢什么都懂，但是就是不说了实际上讲起来的话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他们都是在找副手的人选，就是要找一个综合性的角色。当然，这个副手的话呢，要扮演几方面的角色，一个就是要帮助能够拉票嘛。那么大家那个沃斯来讲的话呢，也拉不到什么票，但是范斯本身跟沃斯的立场反而很接近了，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话呢，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注意到，我们对沃斯的批判只有2点，一个就是当兵的时候非常的这个软弱了，就是跑掉的时候，在做那个 National Guard 的时候呢，就跑了，就不去外面打仗。然后那个范斯的话就很勇猛嘛，不是到了伊拉克去嘛。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范斯本身的话呢，打的那个乡巴佬的形象，但是沃斯本身来讲的话呢，连续20年都办那个去中国的夏令营了，那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是这个沃斯好像对于这个中国的印象比较好一点。不过沃斯他也不用特别多做解释了，实际上的话呢，现在反中的话呢是一个美国政治人物的一个普遍的风气嘛。那我相信贺锦丽他一定也了解这个意思。不过这里面呢，主要真正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在于说是实际上的话呢，他找范斯跟这个找沃斯他们最主要是中西部就是摇摆州比较多。什么叫摇摆州呢？因为美国本身的政治立场很固定，所有的话呢，投一个州的话，比如说加州的人的话呢，你得了50%加1。那这个加州里面的话呢，就20-30票就是你的了，所以是这种情况下，因为大概有40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你再努力的情况下，加州人也不会投票给这个川普，所以说川普心里也不会到加州去竞选，但是有些摇摆州的话就不一定了像这个俄亥俄州啦。这个范斯俄亥俄州的嘛，然后沃斯是明尼苏达州，他们都是有名的摇摆州，还有宾州什么的，这些摇摆州的话可能会决定美国未来的总统当选人是这种情况。好，来问舰长。我觉得南海现在来讲，确实是每天很忙我们看到这些国家，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加拿大每天轮流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大家一起到南海这边来打卡美国跟菲律宾刚肩并肩刚演习完没多久，现在又美澳这个加这个菲一起的又要来这边军演，然后一直在强调就是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嘛。那我们实在是看不出来，这每天在那边航行自由，到底有什么地方受限到不自由？我觉得美国这时候其实在担心什么？我觉得因为中东来讲的话，美国将这个罗斯福号调到这个中东去了。它目前来讲的话，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罗斯福号是来接替雷根号，是属于太平洋第7舰队的一艘航空母舰。那现在因为中东战争，所以说急着把罗斯福号派到这个中东地区去。那这边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空虚、战力空隙的这个时候，所以说美国跟这个澳洲、加拿大又联合起来，在跟菲律宾在那边做实施演习。我觉得这个演习来讲，只有2天时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军事上意义，只有打卡。倒是美国自己本身来讲，它的国防战略构想，他就认为他国家这个东边面临的是太平洋，西边那边面临的是大西洋，在这2个洋中间，它有广阔的海洋当做它的战略纵深，它可以确保它国家的安全，所以说它都会把战火引到别的国家，让你们在别的地方来这个实施这种战争，然后它不要让这战火烧到它国家。但是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跟发达，还有地缘战略的影响改变，也确实让美国来讲现在必须要担心。我想说，最主要是俄罗斯来讲，以前他都认为说北极海是安全的，但现在北极海那边来讲，俄罗斯最近有一艘军舰，它是破冰船做成军舰，做成这个驱逐舰，然后在北极海那边。我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俄罗斯在北极海那边，它的破冰船有50艘破冰船那么多，再加上其中有几艘甚至于是核子动力的。他现在破冰船把它直接做成军舰的破冰船，其实对美国威胁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说